行啊，大约参加个相亲你都能想出方案来，这要是让你参加个非诚勿扰，你不得把现场变成赢在中国呀？你们觉得行吗？我举双手赞成。挺不错的。既然大家都觉得没问题的话，那咱们赶紧行动起来，趁热打铁，来他个遍地开花！新房上北漂，北漂幸运注册者将获得现金5000元奖金。哎，你们赶紧注册，赶紧发展下线呀，能中奖呢！老姐们们，老姐们们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我也挤在后面聊天了。告诉你们，北漂房客网啊，现在正在搞活动呢。哇，注册这个网站幸运者将获得现金5000元奖金，推荐人可以获得2500块钱奖金。北漂房客网，你看，我都中奖了，赶紧发展下线！哇，这上次想买礼物不就可以买了？那肯定的呀！记住啊，北漂房客网，告诉你们的亲朋好友，然后让那亲朋好友呢，在那给他们7大姑8大姨的，说不定谁呀就在里边中大奖呢。真的没想到啊，刚短短1个星期，咱们的注册量就突破了5万。真的，祝贺你们！但也别高兴太早啊，只是一开始新鲜刺激，我们还得看后期以及未来的用户粘度。老大说的没错，现在的数字并不代表什么，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我们的目标用户，而是冲着钱去的。其实很多事情开始发展的时候速度是挺快的，可是干着干着就变慢了，那个时候才是真正考验我们真正实力的时候。哎，我说大约，最近你怎么老跟老大一个鼻孔眼出气啊？也没见你们俩吵架，真是有点奇怪了哈。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我们这叫殊途同归。虽然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与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，但是我们的目的是相同的，所以我们不会吵架。点个双击，么么哒。哎，大宇，那咱们接下来干嘛呀？接下来，我觉得是时候应该接触一些广告商和合作商了。而且你想，我们从酝酿到执行是有一段过程的，越早一天接触，越早一天缓解我们的经济压力。我们之前的投入已经不少了，再加上我们这次的投入的资金，剩下的钱已经非常大劲了。我不同意你的看法，我觉得这个阶段接触商家还为时尚早。第一，我们的用户量比较少，难以接触到优质的商家；第二，我们的人力比较少，如果分散了精力，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推广工作；第三，我们用户的粘度比较低，如果这个时候接入广告，很有可能会产生反感的情绪。所以我觉得，虽然目前来说公司的钱比较吃紧，但我建议这事儿还是再拖一拖。我觉得你多虑了，真的。现在我们的用户虽然不多，但是我们网站的发展速度是有目共睹的。一些重要的客户，我们前期介入并且接触，我觉得是有必要进行的。至于你所说的用户粘度与认同，我们后期做一些市场调研，再做结论也不迟。而且话说回来，我们只是接触而已，又不是马上启动，着急什么呢？在网站的运营初期，人员的调配方向直接影响了网站的运行速度。我不希望因小失大，咱们为了回收利益而影响了网站的发展趋势。就像这火锅一样，只有大火猛烧才能让这个水滚开，关键时刻釜底抽薪，可能这锅永远也开不了。这怎么能是釜底抽薪呢？这就是发挥余热而已。一边烧开水，哎，一边烤土豆，等水烧开了，土豆也烤熟了，两全其美，没问题。我觉得你这是强词夺理。其实，都打住！这刚夸完你们俩不吵架，怎么又吵起来了？怎么玩着玩着还扬沙子了呢？能不能给我个面子啊？今天是咱们的庆功宴，刚才这边翻过去了，都忘了啊！我跟你们说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，对不对？来，我提一个，为了咱们美好的明天，咱们走一个，来，干杯！大鱼，老大，大鱼，来，大人，老大，干了。哎。干嘛呢？啊这么晚了不睡？没干嘛，你赶紧睡吧。看什么呢？没看什么，骗鬼呢你！我上网。
账上剩这么点钱了，你都不跟我们说？小声点，别让他们听见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都不跟大家说吗？哎呀，就是因为这事儿大，所以我不想让他们操心嘛。你自己担着有什么用啊？你得跟大家说，大家才能帮你想办法呀。这段时间大家已经够累了，我不想让他们再替我扛这些压力。再说我是公司董事长，而且现在已经公司化运营了，我总该扛这些了。放心吧，我有对策。我是谁呀？万事小灵通。哎，千万别跟他们说，不好意思。这些钱是我这2年自己攒下来的，你先拿去用吧。不行，这钱我不能要，我。哎呀，好了，都什么时候了还推来推去的？等以后公司有钱了再还给我就是了。放心吧，我也会帮你再想想办法的。你坏死了啊！把人家带到这里，你就不怕被你老婆知道了？他出差了，啊不，他又不是我老婆，你担心什么呀？对不对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以后真的就跟着我吧，好不好？啊！坏死了！我有什么？这真是男不坏女。这他妈谁干的？谁干的？谁他妈干的？谁？你爸爸我干的！叶志秋，你过来！我现在这个样子都是你害的！我今天跟你拼了！我过来！别打，别让人看到了！怎么着？你还以为你是高公子呢？以前你仗着你爸爸，把老子像孙子一样呼来喝去的，早就该收拾你了。我早就想收拾你了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就明明白白告诉你，对，那些事都是我做的。你能有今天，也是我害的。怎么了？你现在打我？打我！起来打我呀！叶志秋，还想爬起来？你做梦吧！我告诉你，康氏集团没了，你爹死了！康氏集团没了，你爹死了！你就是个草包。下次再不长眼，我就废了你！今天这顿打，就当是赔我修车钱。叶志秋赢回来。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！啊！哎呀，真是风水轮流转啊！没想到你高培富也有今天。叶知秋那种小人你都相信，你这叫什么？害人终害己，知道吗？徐鹏岳，你别得意，我现在走背运，但我告诉你，瘦死骆驼比马大。行了吧你，别在这嘴硬了啊！你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，都什么德行了？咱俩谁是骆驼谁是马呀？我嘴硬。你们公司什么样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没有钱，早晚都得死。我看你就是头驴，你再有钱也是一个蒙面拉磨不知东南西北的臭驴。瞧你的德行，要不是你爸，你不知道都死多少回了你。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东西，我都替你害臊。徐鹏岳，你说我行，你不能说我爸。你有什么权利说我爸？你们都说我爸，我爸怎么了？我爸是我最亲的人了，我爸走了，我都没爸了。
你们还说他做错事？行了行了，差不多得了啊！大老爷们在地上哭什么哭？赶紧起来！你怎么别假惺惺的你？我跟你说，你跟他们叶知秋没什么区别，那都是落井下石、过河拆桥的小人。嘿，高佩夫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啊！谁落井下石啊？谁是小人啊？不是吗？啊，你就说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仗势欺人，对我是坏人。啊，你呢？那些缺德事你干少了。我椅子上的臭豆腐是不是你抹的啊？我洗发水你给我换成胶水了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大半夜的，你把我那车，我那4个轮胎给我换了4个9个绳圈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是我干的，我干的，我承认还不行吗？但是我这人敢做敢当，但我请你不要把我跟叶知秋相提并论，对不对？我可不会干出那些落井下石、过河拆桥的事儿。你少给我提叶知秋，我跟他不共戴天。还有那个陈护生，那个老狐狸。哎，你说说，把你怎么了？跟你说得着吗我？哎，我爸走了之后，高氏集团就一天不如一天了。我那些叔叔伯伯都说我爸欠他们钱，把家里那点值钱的东西全搬走了，还有他们名下的公司也都自作主张的卖给陈护生了。我爸剩下在我爸名下的公司，那家电也都被他们掏光了。3个月啊，我爸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高氏集团，就剩无良中介一家公司了。乌良中介后来不也是被陈护生给收购了吗？本来他们收不了的，谁知道我那大伯二伯背着我爸把公司的股份抵押了，出去赌钱输个精光。哎呦，你看看，公司刚有点好转，那要债的人就来了，天天堵着门问我要钱。我哪有钱呢？那公司哪还有钱啊？我就把股份抵给人家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都是陈护生提前就计划好的。我爸把他当那么好的朋友，你说，啊？他还假模假式的说留了个犄角旮旯的门店给我，说那是我爸的遗愿。后来我就拼死拼活干呐！我想我得把高氏集团最后这点希望我得保住啊！我很努力的，我天天起早贪黑的，我激励员工。谁知道业绩不往上走啊？别说盈利了，我连房租都交不起了，就把店关了。今天早上公司老员工跟我说，就这些事儿都是叶知秋捣的鬼，他要把我赶尽杀绝啊！他笼络公司员工一起阴我今儿我找着他，本来我是想揍他，我是想报仇，我是想打他的，我太窝囊了我。我跟你说呀，对付他们这种人，你不能用蛮力，你得用脑子。用脑子？你有办法对付他们呀？有倒是有，不过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10年？我哪等得了10年啊？大宇，要不然你帮帮我，我知道你肯定有主意，你肯定想好了，你帮帮我啊！我错了，我之前我做的那些事儿，我给你道歉行吗？我之后我给你当牛做马，我做什么都行，你帮帮我吗？你就帮帮我，你把我失去的东西帮我夺回来，你帮我捡起我的尊严，行不行？我求求你了。我给你跪下！哎！我给你跪下了，你帮帮我吧！你不行，大宇，你就不能帮帮我吗？你起来，我不帮你了啊！你说你高佩夫，我真的，你自己照照镜看看你自己。
就算咱俩的恩怨一笔勾销了。不过我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。公司现在穷的连工资都发不出来，我怎么帮你啊？你能帮，你肯定能帮。这样，我还有点钱，我都给你。只要你帮我，只要你答应我，我都给你，行吗？不是大宇，你是不是发烧了啊？你怎么开始说胡话了？我现在清醒得很啊。所以你真打算让高培富来咱们公司是吗？他高培富是谁？他是咱们的仇人，他之前怎么对咱们，你不知道吧？我跟你说，趁着他现在没有生计，不痛打落水狗，算对得起他的了。杨子说的对，你可怜他，作为同学想帮他一把没什么问题，但是不能因为可怜他就让他加入我们公司，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吧。再说，高培富能帮上什么忙？你让他进来，是不是还有别的考虑啊？对，我也觉得大宇肯定有他自己的考量啊。还是你们两个最了解我。你们说说看，公司现在最缺什么？最缺的是知名度，没有知名度就没有流量，没有流量就没有一切。归根结底一点呢？我们现在最缺的是钱。这不就完了？所以说高培富打算给咱们投资是吗？不多，50万。老爷子给留下的所有家底儿，全部投咱公司上。50万，那他打算占多少股份？1分不给，未来不参与公司任何决策。那他不会有什么阴谋在里面吧？没有阴谋，但是只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在适当的时候，帮他找回他失去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尊严。这算哪门子条件啊？要我说呀，咱们就干脆把这钱收了，反正最后决定权在咱们这儿。哎，那也不行，他这条件太宽泛、太模糊了，将来一旦发生纠纷的话，会让公司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。模糊的话，我们可以细化。现在我们都快揭不开锅了，还想将来？那也不能急功近利、饮鸩止渴。老大，我急功近利，我饮鸩止渴。公司现在账面上有多少钱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咱们吵了那么多回架，不都是因为资金问题吗？这不行，那不行。那行，你想个办法，你来解决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其实我们可以考虑。你别吵了，别吵了。我觉得于鹏月说的有点道理，当然了，你的担心也有道理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先起草一份投资协议，在确保咱们公司利益的前提下，明确双方的权利跟义务。至于那个条件，我就先不写进去。那如果高培富看了还是愿意签这个协议，那我觉得咱们没有什么必要值得担心的，对吧？腾飞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挺好。老大呢？老大觉得怎么样？老大要是不说话的话，我就当你同意了。老大同意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反正高培富呢，说实话也是咱同学一场啊，没那么大深仇大恨，人家也道歉了。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啊！再说了，我叫高培富过来也不是图他那50万，我是看他身上确实有特长。他除了吃喝玩乐还能有什么特长？哎，谁说吃喝玩乐他就不是特长？炸薯条的土豆应该用下锅地用，肉质细嫩没膻味，上好宁夏滩羊。你们这根本不是原切牛排啊，有芝麻的浓香。来，自己看看这纹路，横七竖八的什么都有，这分明就是几块肉饼拼在一块儿的。用鸡丝代替了里脊丝，降低了成本，口感也不错。还有这红酒我就不想说了，西班牙拉曼恰产区的地摊货，顶多10欧一瓶，你们愣当是法国 AOC 产品来。还有良心的，这家店啊，最多2分，这家店7分，这家店9分，真是绝了！我之前不明白大鱼为什么要把高培富招进公司，我现在算是明白了。在吃喝玩乐方面，他就是个天才。我算是个吃货了吧？跟他一比，我就是一小儿科。现在知道什么叫天生我材必有用了吧？知道了。同志们，
咱们的人形饕餮高衙内的栏目一出，每一期的播放量与好评率节节攀升。现在有不少的商家已经愿意出钱请我们去试吃了。之前虽然投了点钱，但是我估计很快我们就能回本，并且有盈余。自从高培富加盟了美食板块，咱们的用户日活度比之前高了将近3倍。尤其是讲四川火锅那期，关注度首次超过了租房板块。知道为什么吗？这说明我们的用户粘度在增加。跟你说啊，像高培富这样的意见领袖，一定要再多加几个，互动内容也要丰富起来。哎，老大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啊，既然你都想好了，那我做执行就好了。哎，我怎么没看见小雨啊？小雨刚才给我打电话说去见山石科技的罗总，谈什么广告投放的事。谁跟他一起去的？他自己啊，一个人。什么？王小姐，快来，请，进来，进来。来，坐这，坐这。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哎呀，王小姐，我说你怎么一个人来的呢？我们李总正在路上，他就是有点事情耽误了，让我先过来，应该很快就到了。啊，是这样。哎，喝点水不？啊，不用了。罗总，这是上次按照您的意见修改的方案，您看一眼。啊，你们公司这文案呢，其实我看了，写的倒还可以，但是呢，我还是觉得有一些小遗憾。您说。你看啊，你们北漂房客网跟其他网站比较起来，也没多大区别，啊？怎么会没有区别呢？这个方案上专门列出了我们网站用户的特征，在我们北漂房客网上投放广告，绝对比你在其他网站上投放更能直面目标消费者。可是，你们公司这个网站呢，局限太小，气魄不够，没有气吞全国的气势。再说了，我们公司的产品是面向全国销售的。罗总，这个您就多虑了。我们北漂房客网靠的就是市场细分，全国的市场它看似很大，但它也有很多陷阱啊。专精一有它一定的局限性，但它也能让我们做到最好最精。就拿您的产品来说，那您肯定希望它能卖到全国呀。可是现在您的销售渠道它只在一个城市，那就算其他城市的人看到了，他想要买，他也买不到。罗总，那到时候您一定成为我们这个行业的领头羊，可千万不要忘了拉我们这些老朋友一把。哎呦，你呀，王小姐，你呀太聪明了，太会说话了。哪有？行，那这事儿我再考虑考虑。那行，那您就再考虑一下。确实是这样的，做生意嘛，肯定要方方面面都考虑到。那我就不打扰您了，您什么时候考虑好了，给我打个电话就行。别着急走，再坐会儿。那哪好意思啊，您这么忙。再忙也不能冷落大美女啊。这个合同这个事儿啊，我觉得也不是不能签啊，不过什么？不过就看王小姐有没有那个诚意了。我明白您说的诚意了，不过这几天我不是很方便，要不这样吧，下周怎么样？时间地点到时候我发您。哎呦，好啊，你真是太棒了，太聪明了。那行吧，就这样吧，也不打扰您了，咱下周见。好，王小姐，只要你我二人携起手来，一定能传来一段佳话。罗总，您过奖了，有什么事呢？咱下周再说，好吧？喂，小王啊，我是罗总啊。你们那个合同啊，我看过了，没问题。明天下午2点，你到江南酒店1122房间来找我签字盖章啊。
你什么你呀？赶紧把我带上。罗夫人，还是我来帮您带吧。罗夫人，这项链可真配您。算这死老鬼还有点良心，记得给我买生日礼物。王小姐，真的是太谢谢你了啊！罗夫人，您太客气了。您是不知道，罗总为了要给您挑一个满意的礼物，这把身边能问的朋友都问了个遍。结果正好呢，我有一个朋友是做珠宝生意的，这罗总就托我说给您买这条项链，听说还是意大利名家设计的。罗总就说一定得给您一个生日惊喜，是吧，罗总？是，惊喜啊，惊喜！这不这些年也没给他买过什么礼物，补偿。你看这罗总对您多好呀！我就听说这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。罗总从当年白手起家到现在，这不用说，背后一定有您的功劳。您就是那个了不起的女人。王小姐，你真的是太会说话了。可惜呀，可惜我都人老珠黄了，也不知道这死老鬼背后还有没有其他女人。没有，就你一个。那怎么前几年你不记得我的生日啊？今年突然之间想起来了？是这样的，罗总前几天呢想在我们网站投放一批广告，上定签约日期的时候就觉得，哎，这个日期怎么这么特别？这才想起来今天就是您的生日。如果是在今天签约的话，那这不就是喜上加喜吗？是吧，罗总？是。哎，那赶紧签吧，王小姐，你真的是能干啊！将来一定会干出一番大事业的。多谢罗夫人夸奖，我这以后的工作呢，还得靠我们罗总多多支持才对。哎，客气。这个呢是按照您上次的要求改好的合同，您就在这里签字就好。王小姐，你可真厉害呀，佩服啊！您过奖了，您忘了，这还是您给我的这次机会。那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愉快。也希望我们选择北漂房客网是正确的。当然了，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。那我就不打扰二位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好。哎，对了，罗夫人，我专门在餐厅为您订了一桌烛光晚餐，算是我的一点小小的心意。祝您生日快乐！谢谢你啊，王小姐。那就不打扰二位了，咱们下次再见。啊，再见。哈哈。小雨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，真的，我对你的仰慕之情犹如这滔滔江水连绵不绝，又好比这黄河泛滥之水一发不可收拾。你说这里面蕴藏了多少个谋略还有才智啊？瞒天过海，围魏救赵，借刀杀人，趁火打劫，声东击西，无中生有，暗度陈仓，欲擒故纵，假痴不癫啊，反客为主。还有这苦肉计，还有这美人计。大宇，我怎么觉得小雨比你更适合当咱们这董事长呢？哎，你可别开玩笑了，我这是被逼的，也是实在没招了。陆宇，你快跟我们说说，你是怎么知道他老婆的生日，又怎么把他约出来的？当律师最重要的就是知己知彼。如果你连原告跟被告的个人资料、家庭背景、社会关系都没有吃透，那你怎么帮代理人完成委托？其实几个月前我第一次见他，我就把他家庭关系给摸清了。至于把他老婆给约出来，那就更容易了。
我就在他家门口给他老婆打了个电话，我说我是罗总的朋友，罗总现在在忙，托我给您送一份生日礼物，然后再把他带去酒店。他呢就觉得我是为了跟她老公签合同，所以刻意讨好他，完全没有怀疑，跟着我就去了。哎呦，太崇拜你了，太聪明了。对呀，关键是100万啊，这么多钱，若雨，你真是女中豪杰。快别夸我了，没看咱们公司的董事长跟 CEO 一直臭着个脸。小雨，你这么做实在是太冒险了。第一，是你个人安全的问题；第二，如果客户不理解你，恼羞成怒怎么办？第三，为什么提前不跟我们说？对吧？其实我理解小雨是怎么想的。第一呢，他是怕我们知道，不让他去，这个客户肯定就白费了。第二呢，他就在想，他对罗总那么了解，一定有信心拿下这一单。第三，他知道我们的压力现在很大，如果拿下这一单的话，一定会帮我们缓解不少的压力，所以才铤而走险，是吧，小雨？你这就是纵容。你越这么想，越可能会出事儿。她是一个女生，这大半夜的，万一坏人要是下迷药怎么办？万一有其他帮手怎么办？万一他……好了，你别说了，你再给人小雨吓着。我承认这事儿我负主要责任，我忽略了公司员工安全的规章制度。在这里，我自己先自罚1个月工资，我扣这了，我不拿了，好吧？这样，接下来公司有个规定，不准女员工单独出去谈事情，行不行，老大？就这么定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别愁眉苦脸的，人家小雨好不容易把单子拿过来了，你就不能给人一个笑脸啊？真棒！好吧，下不为例啊。李红月，我听说你利用我们家小雨使美人计拉客户，有这事儿没这事儿？说，是这样啊，这事我真的不知道，但绝对没有使什么美人计。我也是才听小雨刚告诉我们的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我怎么知道呢？你甭管，我就问你。凭什么让我们家小雨独自去见客户？这要出了什么事儿，谁负责？对，这事儿是我的不对。身为公司董事长，我已经自我检讨过了。还有就是扣了1个月工资，改变了我们公司的制度，今后绝对不会让女生一个人出去谈事儿。态度很诚恳。就冲你刚才没有推卸责任，我今天就饶了你。你对我们家小雨到底有没有那个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就哪个意思？我说你这么笨，你怎么做生意呀？不是，我真不知道您说什么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没谈过恋爱吗？您问这个干什么？怪不得呢。你就说吧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们家小雨？就瞎说。我什么我呀？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啊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你这么吞吞吐吐、犹犹豫豫的干什么？不是叔，这事儿我就没敢想过。
现在开始想，你胆子不是挺大的吗？壮起胆子，现在开始想。你俩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的姑娘长得又这么好看，你就从来没有对她动过心？你看，哎呀，行了，走了，啊，回去慢慢想，什么时候想清楚了，什么时候再来见我。走。啊。我是高氏集团的实习法律顾问，还有我们两个。来，把手给我，手给我，放在这儿。你看 ，straight。干嘛呢？啊？发什么傻呢？啊，没，我刚回来。啊。嗯。你干嘛呢？啊，我上厕所。啊，我也刚吃过。怎么了你？折腾来折腾去的，琢磨啥呢？老大，你觉得小雨怎么样？挺好的呀，为人正直，工作严谨，业务能力也很强，是一个很可靠的合作。哎呦，不是说那方面。其他方面啊，人长得挺漂亮的，个性独立，挺有气质。除了有点小脾气，其他都挺好。真是，哎，老大，你觉得你们俩合适吗？你觉得我要是追小雨，做梦！
你以为这么好姑娘就你一人看见了？我当时在剧外的时候，追她的人海里去了，什么海归博士，名校的那些精英，追她的人一个个的排着队，不还是让她干净利落脆的给拒绝了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